岳父大人，您放心吧，韩素贞这丫头虽说是疯疯癫癫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不过我陈俊呢，我决定娶她了。还有就是咱俩的恩恩怨怨，咱就一笔勾销了吧。您放心，我陈俊将来肯定对她好。神经病啊！谁要嫁给你啊？既然你勉为其难的话，你爱去干嘛就去干嘛。别忘了，你大苍鹰现在可是朝廷通缉的重犯。哼，我爹才不会把我嫁给你呢。您看见没有？这叫女生外向。哎，你爹是不答应你嫁给我呀？可架不住你哭着喊着非要嫁给我呀。讨厌！哼！哎，我来，哎，我来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主子，那不是陈然吗？这陈然上卧龙寺干嘛？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会小四儿来了。他妈的，倒给他们腾方便了。难不成您是说四格格和陈然的？那还用问吗？宫里外都传开了，四格格对陈然呐可是一片痴情啊！呸！就站着！哎，走，走吧，走！没事，我是。给我拦住！站住！陈然，这老头谁啊？哦，他是我们家远房的亲戚，这几天来我们家帮忙处理后事。哦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回老爷的话，老人叫陈小气。小气，陈小气，这他妈什么名字啊？哎，成不了大气，成点小气吗？哎呀，不像我那兄弟陈家乐，他倒是成了大气了，可是死得早，可怜呐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行，走。陈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哥现在可是朝廷通缉的钦犯，要有他的消息，立刻前来汇报。敢包庇钦犯，那可是死罪。走吧。小四儿，你在哪儿呢？小四儿，哥哥来看你来了。小四儿，施主，此处乃禅院重地，
不宜大声喧哗，以扰了师傅们的清修。清修个屁！从哪儿冒出来的秃驴？你不睁开你的驴眼看看，你面前站的是谁呀？这可是我们大阿哥，别说在这儿跟你吵两句，就是到你们大兴宝殿吵吵，他也是不是个事儿。罪过，罪过！小和尚，四格格禅房在哪儿呢？快带我过去！太后有旨，四格格静修思过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擅见。去你！搬出太后来压老子！你这秃驴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给我打！这行了，夫君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哟，这不四格格吗？啊！我说你这小丫头，2、3个月不见我，你也不想我呀？哥哥在床上躺了整整2个月，你都不说来看我。你少给我满嘴胡气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怎么说话呢？没事吧你？赶快走！哎，赶快走！娘，奶奶，你干什么？奶奶，怎么着？你还藏个小崽子呢？啊！干什么？别进去！盆儿，怎么了，盆儿？好你个四格格啊！怪不得你整天跟那个陈然眉来眼去的呢，怪不得你不答应我们的婚事。放着堂堂的皇后你不当，你跟那个陈然都弄出他妈小崽子来了啊！普君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什么胡说八道？我刚才看见陈然了呢，难不成这就是你们幽会的地方吧？啊？不对呀，你来西安城不过1年，哪来的这么大个崽子？在京城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天天的在老佛爷身边泡蘑菇，没见你有大肚子的时候啊。说，这孩子谁的？他父母是干什么的？说，你管不着。我管不着，太后管得着吧？我这就回去跟太后说去，我看看这回还有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凭什么不敢啊？要想让我不告诉太后也可以，三儿，你总得答应我点什么吧？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傻丫头，我要什么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主子，没事，主子，起来！贱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忍你不是1天2天了，你天天的拍那个载田的马屁，我堂堂的大阿哥在你眼里连个屁都不是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我忍了你了。好啊，倒跟我动起手来了。太后让你在这儿静修思过，你倒不知从哪儿弄个野种养起来了。我看是那个孬种的皇帝保得了你，还是我这个未来的万岁爷治得了你？走。主持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回行在一趟。这孩子啊，劳烦您帮我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请您1日3餐，严医问药，切不可耽误。哥哥请放心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当日哥哥把这孩子送来之时，老衲既然收留于他，自然会把这孩子的安全负责到底。哥哥尽管放心的去吧，给哥哥备一匹快马。是主持。那就多谢主持了。接旨，太后懿旨，宣韩素云进宫觐见老佛爷。韩素云，还不跟咱家走？难道你要抗旨吗？别急，先让素云去吧，我们再静观其变。若是抓素云，不快来就行了，何必又派太监来宣旨呢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。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个老太婆，她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带走。走。
叩见老佛爷。哎呦，快起来吧，小李子，赶紧的。快起来！素英丫头啊，哀家好一阵子没看见你了，怪想你的，所以呀，今儿特地找你来跟我说说话。老佛爷，素英也正想着您呢，天天盼你能够宣我入宫，可惜啊，你每天忧国忧民的，老是忘了素英我。哎，你还想着哀家呀？哎，你爹下了大狱，你不记恨哀家吗？我爹是死得很惨，可是那也怨不得老佛爷您啊。他贪赃枉法，又搜刮民脂民膏，一桩桩一件件都明摆在那儿呢。说句不孝的话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只不过，陆大人他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果然是个深明大义的孩子。陆勇下手太重，哀家已经罚过他了。不过真正毒害你爹的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抓着。虽然说你爹是罪不可赦，可是这朝廷没审没判，也由不得别人把他给毒死啊。丫头啊，放心吧，这件事哀家会为你做主的啊。谢老佛爷恩典。哎呦，怎么又跪下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哎，真是怪可怜的，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娘，将来连个指定终身的人都没有啊！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事儿了。丫头，哀家想问你一件事儿。老佛爷，你有什么事尽管问。丫头，你爹有没有跟你提过六国一统？六国一统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是打开秦岭宝藏的钥匙。六国一统就是秦朝6种乐器。哎，丫头，你爹生前没有摆弄过什么乐器吗？乐器？老佛爷，我爹是五音不全，他哪会摆弄什么乐器啊？哎，丫头，可是哀家听说你爹能把箫吹出凄凄惨惨的声音啊！哦，老佛爷，听您这么一说，好像有这么一个箫，可是仔细想想，好像又没有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了。如果素云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瞒您的。那倒是。素云丫头倒是有一句说一句，可是这六国一统事关着朝廷的宝藏文物，事关重大，哀家不得不问清楚啊。老佛爷，您不用说，素云也知道啊。丫头，你爹死之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。那时候我跟我爹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行宫里，当时老佛爷您也在场啊。然后他就……哎呦，好了，这些伤心事就不提了啊。可是丫头啊，你爹临终前倒是留下几句话哟。黄泉路上栋梁蠢才，毁于一句终了幻梦，倒行逆施，大错特错。丫头，依你对你爹的了解，这几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他在临终前的忏悔吧。忏悔？丫头啊，会不会是你爹临终前给你留下的一些什么暗示啊？暗示？他要说什么就直接说啊，为什么要暗示呢？哦，比如说暗示这六国一统藏在什么地方，可是又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所以留下了这几句话让你猜，只有你能够猜得出来的暗语呢。他如果要交代我事情的话，就明白说好了，为什么跟自己的女儿玩这种龙门阵呢？那倒也是。行了，不说这事儿了啊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把京城供上来的贡品拿给丫头尝尝啊。这，黄爸爸，这是您的主意吗？皇上，丫头，快起来吧。皇上找哀家有话要说，你先回去吧。
哀家改天再找你说话啊。是，素云告退。黄爸爸，这道上谕真是您下令让他们发出去的吗？哀家自从替你训政以来，每天下的懿旨无数，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哪一道上谕啊？黄爸爸既然忘了，那儿子就给您来背几句。各国合议12款大纲业已照允，详细节目悉心酌核，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今自议曰：不侵我主权，不割我土地，念列邦之见谅，及余宝之无知，事后追思。残愤交集，为各国即定和局，自不至强人以所难。还有，臣民有罪，罪在朕功。朕为此言，并非追既往之迁由，实欲尽将来之完谢。够了！皇上觉得这道上谕有何不妥吗？有何不妥？黄爸爸，什么叫做量中华之无礼，结与国之欢心？黄爸爸，您最爱说祖宗家法，朝廷社稷，儿子就是想问问您，您在说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这12个字的时候，您又有没有想到祖宗家法，朝廷社稷？大胆！万岁爷，这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您可要斟酌呀。像这种话，您别随口张口就说呀。放肆！朕乃堂堂大清皇帝，正与圣母皇太后商议国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太监在这里大呼小叫、指手画脚的？皇上，这一巴掌是想打在哀家脸上吧？黄爸爸，你误会了。朕就是再糊涂，也不会做那种大逆不道、辱没祖宗的事啊！你也是，哼！难得皇上今天像个皇上的样子。万岁爷，八国联军进紫禁城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摆出你这万岁爷的谱啊？要是摆出这个谱，你那钟爱的珍妃也就不必替你训诫，如今还泡在那冰凉的井水里呢。你也是，黄爸爸，儿子是不争气。这些年来，让您为国事操劳，弄得这宫里头皇上不像皇上，太后不像太后，是儿子大大的不孝。黄爸爸，可是您这一道上谕下去，八国联军提出的那些根本就是欺人太甚、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可就要签订了呀！到了那个时候，儿子非但是对您大大的不孝，也无言以对列祖列宗，更会被黎民百姓千古唾骂。黄爸爸，这一纸辛丑条约一旦签订，我大清必成亡国之朝，我中华必受奴役之苦。我泱泱大国，万里河山，只怕从此便成鱼肉，任人宰割。说够了没有？好，好，说得真好。这就是哀家手牵着手把他牵上龙椅的儿子，这就是哀家手把着手教他如何做人，如何做好一个好皇帝的儿子。如今倒要把这祸国殃民、欺宗灭祖的头衔儿硬安在哀家的头上。好，好啊，说得精准呐！这太后不像太后，
皇上不像皇上。万岁爷，哀家今儿个就跟你把话挑明了说。打从咸丰皇帝开始，哀家就已经是妃子不像妃子，皇上不像皇上。哀家打从进宫那天开始，就从来没有把哀家自己当成一个后宫的妃子，就连全天下的百姓也没有拿哀家仅仅只当一个太后看而已。黄爸爸说的儿子心服口服，这件事黄爸爸不说，儿子一样是心服口服。瀛台2年，800多天，日日夜夜，分分秒秒，乃至珍妃投井，乃至仓皇西行，一直到黄爸爸这句“量中华之物理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儿子除了心服口服之外，也只有心服口服了。也罢，既然除了心服口服之外，儿子也不敢再多说些什么了。今儿只求黄爸爸一件事儿：朕这个皇帝当到今时今日，实在是丢尽了列祖列宗的颜面。儿子也实在是知道了自己没有当皇帝的这个能耐，也没有当皇帝的这个命，不如早点把这个位子腾出来，让给像大阿哥这样德才兼备、有勇有谋，能让群臣信服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是能让太后您喜欢。在田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，光是这一点我就没有学会。黄爸爸，像朕这样的无能昏君，求您还是把我废了吧。老祖宗，今儿有事要禀报。娟儿，你来的正好，哀家正有事儿找你呢。老祖宗找俊儿有什么事吗？俊儿，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没事没事，老祖宗的事儿比天都大，您先说，您先说。那好吧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把折子拿过来。这。交给大阿哥吧，反正这事儿他早晚要知道，早点做准备也好。这。俊儿，念念吧，当着大伙儿的面，把它念出来吧。以革端王载一之子溥俊，前经降旨为大阿哥，承继穆宗义皇帝为嗣。公寓中外，盖自上年犬匪之变，赵信列邦，以致庙社震惊，成于波月，推究变端，载疑实非祸首。念。实为祸首，得罪列祖列宗，既经严谴，其子起义应处位之中。老祖宗，念下去。溥俊亦自知替膝揣口，欲肯废黜，自应更正前命，着撤去溥俊大阿哥称号，并即出宫，加恩赏给不入8分宫辅国公贤凤，毋庸当差，至承嗣穆宗义皇帝，一节关系甚重，应哀选无良，再降一旨，以停统序，用招慎重，将此通谕知之。溥俊即刻出宫，自行回京。这
哀家也倦了，皇上，跪安吧。皇上，其实你这个皇帝，谁做都是一样的。没错，哀家确实不像个太后，可你也不像个皇上。哀家与你生母是一母同胞的姐妹，既是至亲，有很多事儿，我就想替你全揽下来，以至于让你积怨已深。如今除却了这块心病，这以后咱们母子就不是什么太后跟皇上了。放心吧，回京之后，哀家会让你好好的做个皇上。其实这些年来，哀家也累了，歇着吧。走？对，走。皇上如果再不走，辛丑条约一签订，太后就要班师回朝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仍旧是一个傀儡皇帝吗？可太后今日已经废了大阿哥，而且你们也听见了，她说回京以后会让我像个皇帝的。皇上，这话您信吗？万岁爷，老奴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太后不过是缓兵之计呀。您今日在花园里说的那番话，有多少人会听到？太后可从来就是个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人，也从来就是个睚眦必报之人呐。万岁爷，您万万不可因为太后的今日之举便软下心肠来。难道您忘了您在瀛台的日日夜夜？难道您忘了真主子落了个什么样的下场吗？皇上，你说的对，起来。朕不应该再心软下去了，这就是太过懦弱，才落到今天这个局面。三儿，你这主意对，走，一定得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哎呀，可是这情在境卫森严，西安又离京城路途遥远，这不知从何走起啊！皇上，只要您能下定决心脱离行在，其他的事就交给我办吧。三儿，你又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您就先别问这么多了。总之啊，我已经想好了要去找谁了。皇上，您如今啊，一定要下定这个决心。只要您能脱离太后，回到京城，洋人、保皇党，方方面面都会拥护您，建立您理想当中那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维新也好，变法也好，您一切的夙愿抱负都可以一一实现了。三儿，你放心吧，朕这一次啊，绝对不会动摇了。哎，四格格，你怎么能愣往里闯啊？行了，大苍蝇，别装了。哎，这位小姐说什么呢？老夫耳背听不太清楚。昨日兴国社，今日复兴社。冉哥哥，你变得好快啊！四格格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沉默，把门关上。哎。好了，你们二位啊，都不要再装了。我今天来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商量。你们两个是何种身份，所谓何事，我呀早就一清二楚了。今天来呢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做？四格格，你从一进门开始说的话，我都没有完全搞清楚。我们今天几个人在这里，只不过是帮助皇上逃离西安。这事儿你们敢不敢做？一，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害一事，奉谕旨，
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，赴大德国大皇帝面前，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寄国家惋惜之意，并于被害处树立名碑。2. 惩办伤害诸国国家人民之祸首诸臣，端君王载仪、辅国公载兰，均定为斩监侯罪名。又约定，如皇上以为应加恩待其一死，即发往新疆，永远监禁，永不减免。庄亲王载勋、督察院左侍郎英年、刑部尚书赵书翘，均定为赐令自尽。山西巡抚玉贤、礼部尚书启秀、刑部左侍郎徐承玉，均定为极负正罚。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刚毅、大学士徐同、前四川总督李秉衡，均以身死追回原官，即行革职。除获纠大臣外，各省官员分别严加惩办。3. 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、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。4. 残害日本书记生事大清国大皇帝，从优容之典，派户部侍郎纳同为专使，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，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示惋惜之意，谢日本政府。5. 大清国国家允定，不允许将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2年内不准运入中国。6.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，付诸国长款海关银450兆两，按年息4厘，由中国分不着急，39年偿还，由中国关税及盐税偿付。接着往下念。是。7. 赔偿各国在华民及各国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，京城使馆内华人不得居住，各国可派兵保护。8. 京城至海一路须留畅行通道，天津大沽炮台一律削平拆毁，各国可在京城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，经诸国驻队之处，系黄村、廊坊、杨村、天津军粮城、塘沽、芦台、唐山、滦州、昌黎、秦皇岛、山海关。9. 朝廷续专设外务部，班列6部之前。辛丑条约大概就是这些了。这议和的事儿也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这闹腾了将近1年的乱子，总算是功德圆满的结束了。是。哀家知道，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颇不以为然。哀家也知道，这条约公告出去之后，会有许多人骂咱们丧权卖国。事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谁的痛心疾首，也不如哀家跟皇上。是。事情走到这一步，不管是哀家也好，皇上也好，各位朝臣也好，咱们只认一个字，那就是认。只有认，这路才能够继续走下去。今儿早上廷记说，李大人签完了约之后，回去就吐血了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这一代名臣年近80，为咱们大清朝做了最后一件事，立了最后一件功，他是何等的无奈，何等的伤心呐！小李子，把李大人的奏折念给大伙听听，就念哀家用朱笔圈的那一段吧。总之，偏安不可久，汉回不可恃，瓜分之局恐自我酿成。唐代德宗仍回故都，遂成中兴盛业。梁元帝一去不复返，遂至沦亡。臣年已80，久科天卷，苟非确有所见，无敢冒昧上陈。这议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李大人提的两宫回銮的事儿，你们是怎么个说法？回老佛爷，臣以为李中堂大人所提甚是，眼下时局稍定，京城那边也确实需要老佛爷跟皇上回去主持大局。再者，咱们这次以西寿为名，老在西安待着，就真成了偏安了。臣看，该回去的时候就回去吧。臣以为这合议之事已然了结。太后老佛爷一番话，无非是使臣等明白，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该万众一心，处理那些善后之事，还要应对那些流言蜚语。此时两宫回銮，整肃朝纲。刚才李大人提议，王大人所言，臣附议。那你们看呢？臣等附议。那咱们就商议商议，准备一下两宫回銮的事吧。等等，朕有几句话要说。皇爸爸，儿臣这几日思前想后，想通了不少道理。这合约既然咱们签了，自然是要被人骂作丧权辱国了。皇上，皇爸爸，儿臣也觉得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认了。只不过儿子现在有这么个想法，与其唾面自干，不如打肿脸充回胖子。皇上这话是怎么个意思？皇爸爸，您刚才的话，儿臣句句铭刻在心。不管朝廷现在对这纸合约有多少的埋怨，又有多少的愤愤不平，既然签了下来，咱们就应该把这件丢人的事当成一件喜事来办。就像李鸿章一样，吐血也要回家吐，总不能往那一纸合约上吐吧。儿子建议这几日，等合约公布天下之后，咱们携西安的百姓好好的热闹一日，让卢勇把咱们进西安城头一天的那些戏曲噱头、家伙事儿再搜罗来，咱们好好的贺他一贺，也算是给大家伙打打气。今儿个既然已经议到了两宫回銮之事，临走之前，咱们也是应该与西安的百姓、与民同乐一回。王大人，皇上的话您怎么看？与其唾面自干，不如打肿脸充胖子。皇上把这道理悟到了这一层，老臣甚是受教，甚是欣喜。老佛爷，臣以为皇上这个提议很是。是啊，咱们现在确实是有点底气不足啊。待会儿议完回銮的事之后，把这事儿也议一议吧。娘娘，这条腰带您都缝了1天了，仔细别控着脖子，一会儿又害起头晕来，歇歇神吧。你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看还行吗？哟，娘娘，何止是还行啊，
瞧这针线，瞧这精细，瞧这2条腰带上的金龙，看这针根立马就能活生生飞起来，演一出二龙戏珠似的。这腰带要是往万岁爷身上一系，那感情就俩字儿：威风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请起。谢皇上。皇后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啊，小德张，你先下去吧。这。皇后，这小德张不是那天朕遇杖毙大阿哥的时候跟太后告密的那个太监吗？他只不过是新调过来的执事太监，那天呀，不过是误打误撞。我派人查过了，他的家境身世都很干净，为人也很老实。皇上不必太在意了。明日一过，咱们北上的北上，南下的南下，过了今晚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。来，我们来干一杯。陈然兄弟，思琪，你们2个都曾经救过我的性命，要不是你们2个相救，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最终你们2个终成眷属，我真诚地祝福你们。金仁兄客气了，到时候我们2个人拜堂成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喝我们的喜酒。陈然兄弟，你可要好好对思琴呐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大家可饶不了你啊！对，俊仁哥说的对，然哥哥，你要欺负思琴姐的话，我就让思琴姐罚然哥哥顶香炉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。素云姑娘，咱俩以前一直有点冤家路窄的意思，可说句实话呢，你是个好姑娘。以前我说那些口无遮拦的话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豹子哥，应该是我敬你才对了，我说话也是口无遮拦的，希望你也别介意。咱们共饮此杯吧。素云，今儿喝的够多了。豹子哥，怎么着？要不然我陪你喝？哎呀，你这句就不对了，媳妇还没娶过门呢，你就护着她，太向着她了吧？哎，豹子哥，怎么才说完又取笑人家？小心啊，你有天娶到一个厉害的老婆，哼，想得你服服帖帖的呢。算了吧，就我这前胸，比那猪还肥，后背比那牛还大，肚子比那猪屁股还大呢，长得那么丑，还能娶媳妇啊？来，你还说啊？二当家的，你就别逗素云了。真是厚颜无耻，算成我了。这样的对联都能打得出来，刘勇的阿谀献媚之态远胜之前的韩宇轩呐。在下看来，不妨把这对联改为“条约定，天下怒，奇耻大辱，国土分，主权丧，万寿无疆”。改得好，骂得痛快。对，就应该这么干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啊？干什么？是谁让你们在这里妄议国事、污蔑朝廷的？把他们给我带走！放开！放开！哎，不要轻举妄动。
皇上。差不多了，咱们分头行事吧。一切小心。好，走。走。到了，我进去了。思琴，等我从京城回来，我们就拜堂成亲，好吗？思琴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赶快进去休息吧。明天我们还有一场恶仗要打。思琴，答应我，明天无论如何，你只要唱你的戏，什么都不要做。我不能再失去你了，你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我会等着你的。进去吧。大家记住，如果行动失败就逃走，逃不掉的。放心吧，白老板，董老板曾经给我们的那颗药丸，我们都还留着呢。倒还真是怪了，最近皇上和皇后的感情倒还挺好的。老祖宗，皇上和皇后啊，那也算是患难夫妻，如今能亲近一些，他也是桩好事啊。好个患难夫妻呀！不过有句老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只怕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哟。老佛爷，瞧您说的，这皇上要跟皇后从此和和美美的，不也是喜事一桩吗？你懂什么呀？哼！女人心海底针，别说女人心了，人心叵测这4个字搁到哪儿都合适。依着你顺着你的时候啊，什么都好，谁知道他心里头想些什么？弄不好，哼，还想背后拿把刀把你给捅死呢。老佛爷，不会吧？这人怎么着也得讲点良心吧？您对他好，自然他也会对您好。说起来，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。哼，是吗？哀家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来没有感觉到人心是肉长的，是不是啊，小四儿？油我已经加好了，该修的地方也都修好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耐心等待。白老板，太后说了，3剑定江山他已经看过了，秦腔也听过了，想来点新鲜的，请你帮忙演一出大变活人。我是唱戏的，又不是变戏法的。你说的什么大变活人我不会，请你们另请高明吧。
白老板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让你变戏法，是让你演的戏法里的活人。我还要唱戏，这事儿你们找别人吧。放开！放开！干什么呀你们？不给我什么抓的？走！干什么？你走！抓人！走！你还告诉我你老实点！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白老板。这求生容易，求死也容易，但是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，那可就不容易了。嗯。快！打水了！放这儿！哎，下喽！来，快！递过来。走，哎，好。头怎么疼起来了？小德张，你速速回去，把本宫的西洋止疼药给拿来。皇后娘娘，您没事吧？要不奴才先扶您回行，再歇着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让你拿你就去拿。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多嘴。小德张，皇上只不过太紧张本宫了。今儿这种场合，本宫不能不留在皇上身边。你速速回去就是了。这。老总子，您看这洋人的戏法还挺有意思的。岂止有意思啊！这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老祖宗，我去那边跟皇上和皇后打个招呼。我看皇后啊有些不适，我去替您问问。老老实实待着吧，人家患难夫妻有贴己的话要说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我还是去问问吧。坐下。好戏就要开锣了，还到处颠什么呀？坐下来好好陪哀家看戏。各位，看我的拿手好戏《大变活人》。哎，点火，快点火！快跑！有刺客！
都到了这份上，还想让我什么？闭嘴吧！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别动！带走！快换衣服，换衣服！皇上，一会儿王姑姑和皇后陪在穿着您衣服的静人身边，那样的话，他们会把您误会是他。我们在城外有汽车，您只管跟着我，咱们直接上京城就是了。那这人怎么办？谢皇上关心，我会趁机溜走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会假装解救皇后。可是，皇后，如果事情真到那一地步，还请您多多担待。那是自然的。走。啊，快！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老佛爷，您看，皇上那不是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。哟，今儿个皇上怎么看起来那么不像皇上啊？四儿啊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叫做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知道吗？小李子，奴才在。走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去。皇上，走啊！快真儿！站住！皇后娘娘。你怎么连皇上也认不出来了？小队长，你给我把此人拿下！头都别动，别再垂死挣扎了。你往那儿看。拿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哎，你们走，哎走，哎，干什么？快走！皇上。看清楚了，这可不是珍妃呀！白牡丹，没错，她就是西安秦腔第1花旦白牡丹。
她不是朕的真儿吗？亏得你们如此恩爱，你忘了珍妃有一边眉毛里头有颗小黑痣吗？不记得了？各位都是我大清的子民，哀家借着今天这个盛会，想说几句话。知道皇上为什么要做平民的装束吗？知道这白牡丹为什么要扮成咱大清的妃子吗？这不是万岁爷吗？刚才他不是穿了皇后的衣服在后头看戏吗？今儿个哀家有2件事情要宣布。这头一件事就是，哀家特别请了西安第1花旦白牡丹，扮成咱大清的珍妃，就是要各位瞧瞧，这珍妃是如何的艳冠群芳，堪称满洲第1美女。只可惜在去年，哀家携皇上离京的时候，她为国殉节了。真是可亲可叹呐！小李子，这你念一下吧。这今有原户部尚书镶红旗长婿之女塔特拉氏贵芳，于光绪15年正月27日持节行礼，后于光绪20年晋封为妃。珍妃入宫11载，素性真静，温柔贤淑，有沉鱼落雁之姿，娴雅守拙之德，深得帝心，且晨昏定省，奉孝安慈。更受圣母皇太后眷宠。喜光绪26年，珍妃护从不及，于宫中殉难，寻属节烈可嘉。今亲奉慈禧皇太后谕旨，加封恩卓贵妃位号，以示包叙钦此。孩儿替珍儿叩谢皇爸爸隆恩。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！大伙子起来吧。小李子，这赶紧的把皇上扶起来。这第2件事情，哀家要宣布的，诸位都应该还记得。当初哀家一行人是如何来到西安的？如今合约签订，内外稍安。哀家要皇上做如此装束，就是要大伙儿都记得，当初咱们是怎么来到西安的。如今能够风风光光的回去，这是上天的眷顾，也是大清百姓的眷顾。庚子之变，哀家与皇上痛定思痛，引以为戒，立志做一些利国利民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事。3年前，皇上提倡维新变法，只可惜急功近利而半途夭折了。这并不表示皇上所推行的新政是错误的，而是受康贼所累。殊不知，康贼所谈乃是乱法，并非变法。因此，在皇上殷殷恳求之下，哀家再度训政，这才解救了大清的危机。可是哀家心里明白，是有万古不易之长经，无一成不变之汉法。因此哀家觉得，现在正是再推行改革新制的最好时机。哀家心里明白，除了改革维新，别无他策，只有改革维新才能力挽狂澜。只有哀家与皇上一条心，臣民共建。
哀家已几位重臣商议过，待回京之后，即刻推行新政。新政的内容大概如下：废科举，办学校，派留学，改官制，还有满汉通婚。黄爸爸，黄爸爸，儿子知道错了。从今以后，儿子愿与黄爸爸同心协力，共举大业，再也不会做出让黄爸爸失望的事了。傻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终归是母子。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，今儿的事儿，哀家也不再追究。只要咱们母子同心，一块儿把新政办好。等回京之后，哀家便让你真正的做个圣主明君。如果哀家没记错，打你4岁登基，你已经给哀家做了28年的儿子了。起来吧。如今推行新政，适逢两宫回銮，咱们就定它为回銮新政吧。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陈然、小四儿，你们都上来。既然要推行新政，那哀家就起个头吧。哀家要把4格格庆王爷的千金许配给汉人学子陈然，希望你们2个人能够恩恩爱爱、相敬如宾的成就这一段满汉联姻呐！啊！恭喜4格格，恭喜我！你也让哀家太寒心了，姑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姑妈？在这宫里头，你我最亲，哀家千方百计的把你弄进宫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你做哀家的左臂右膀。这倒好，你千方百计的帮着别人来对付哀家。姑妈，臣妾实在不愿意看到皇上再这样消沉下去啊！好啊，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你就要背叛哀家。可万岁爷也是您的亲侄子呀。光绪25年的事儿，难道你忘了？哀家对他已经够仁厚的了，要归正就归正，要哀家回颐和园就回颐和园。可他是怎么对哀家的呢？要不是袁世凯，哀家这条老命就丧在他手里了。如今哀家把他关在瀛台2年，这仇恨就更深了。如今你要帮他回京，那哀家还有半点生机吗？姑妈，金芬就算是有100个脑袋，也不敢想要伤害您的性命啊！金芬是想着，若万岁爷回宫后想要伤害您的性命，金芬就算是拼死，也会保护姑妈您的。拼死？你以为你死了值什么呀？他不爱你，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他满脑满眼都是珍妃，今儿看见那个假珍妃就不要命似的，连天子都不要做了。你以
为你死了，就能够取代那个珍妃吗？傻孩子，别傻了。在这个宫里头，只有咱们娘俩才能相依为命。哀家要是死了，你这个皇后还能当几天呢？姑妈，我错了。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回銮新政，顺了他的心，也合了他的意。眼看着咱们就可以顺顺当当的回京城了。如果现在你帮着他逃走了，这将来的局势会比现在太平吗？姑妈，静芬错了，都是静芬的错。静芬实在不知道姑妈原来有这样的打算，哪怕知道一丁点儿，也不会帮着皇上帮他逃跑的。其实哀家心里也明白，你绝对不会害哀家。姑妈，我怎么会有那个心呢？那为什么又要做让姑妈寒心的事儿呢？姑妈，姑妈，姑妈，静芬错了，静芬有罪，静芬再也不这么糊涂了。姑妈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原谅我吧。好了好了，哀家不怪你就是了。这以后啊，哀家跟皇上就是两公同心了。你是他的皇后，又是他的姐姐，哀家看你们最近感情还不错，抓紧机会，赶紧给他生个阿哥，那可就十全十美了，是不是？姑妈。老佛爷，卢永鲁大人求见。轩，这，你先下去吧。啊。哎。万岁爷，您觉得太后今日的话可信吗？今日太后当众宣布要回銮新政，还有什么不可信的？幸亏朕没有走啊，要不然着实辜负了皇爸爸的一番好意呀。文清啊，我的珍儿，珍贵妃，今日朕终于对你有一番交代了。臣卢勇叩见老佛爷。起来吧。谢老佛爷。今儿个你算是立了头功。老佛爷过奖，都是老佛爷谋划的好。只不过今日所抓的三秦班的一班班众，以及花豹子和靖人该如何处置，还请老佛爷示下。哼，蛊惑君王，挟君私逃，都是一帮叛徒，还需要问哀家吗？微臣明白，微臣即刻去办。不过老佛爷，您刚才说微臣今天立了功，想请老佛爷求一件赏赐。你是想求哀家把白牡丹赏给你？老佛爷真是料事如神。把那个女子赏给你也好，断了陈然的念头，让她好好安心地做她的额驸。还有，那个女子跟珍妃长得那么像，万一哪天中宫问起来，又说哀家把她给弄死了，让中宫觉得哀家好像赶尽杀绝。把她嫁给你，这倒是个好法子。谢老佛爷恩典。珍君，你一个人去救大家行不行啊？不行也得行。复兴社全军覆没，大家生死患难了这么久，凌云不在了，暖暖不在了，我不能再失去这帮朋友。还有思琴，小然现在被关在宫里面，如果等小然出来，不知道思琴怎么样了，我向小然怎么交代？事已至此，我也拦不住你。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
不会让他们白死的。素云，我陈俊对天发誓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什么朝廷，什么慈禧，什么光绪，全他妈都是混蛋！我要让他们千刀万剐。素云，我陈俊今天反了，我一定要把这群蜻蜓走狗赶出我中华大地！不把他们赶出我中华大地，我陈俊誓不为人！求求你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！娘子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多亏呀！老子好不容易从太后那儿把你要过来，还没尝尝你这西安第一美女的滋味，你就死了，我多亏呀！啊！卢勇，娘子，你嫁给我有什么不好？你还可以接着唱戏呀！没了三琴班，我给你组织个牡丹班啊！再说了，你要是死了，谁能演出那美轮美奂的三剑定江山呢？啊？好，我嫁。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。只要你答应嫁给我做妾，我就替你顶着太后的旨意。等太后一离京，我马上把你们三琴班人马全放了。很好，希望你遵守诺言。嗯。让他走。这韩宇轩一死，就对卢勇投怀送抱，真不是廉耻，廉耻！哼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这老话说了多少年了？这种女人啊，讲什么廉耻？我也是。一样啊。你们来了，坐吧。这是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要嫁给卢勇吗？如果你们是来祝福的，我欢迎；如果不是的话，二位请回吧。这是真的吗？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，你不该带着素云到处乱跑。思琴，你是替小人答应了太后的指婚是不是？她那是出于无奈，你怎么会以为她会答应那个荒谬的婚姻呢？啊，她又怎么可能去娶什么四格格当她的额驸呢？做额驸不是挺好的吗？陈然她如今不但能抱得美人归，而且还有着无可限量的前途。我替她想来想去，没有一处不好。你，思琴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思琴呐，你都在说什么呢？
你今天怎么这样啊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误会小然那天答应了太后的指婚，是不是？那就假戏真做好了。如此垂手可得的大好姻缘，别人求还求不来呢。思琴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你心里比我清楚，陈然今生今世非你莫娶。是，我们是着了太后的道，我们这次行动确实是失败了，可这也不是我们要的结局啊！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结果，我们也不是心甘情愿的。那你又是在这儿吃哪门子飞醋啊？你到底讲不讲理呀？我不讲理，我不讲理。那位未来的额驸老爷不许这么叫小然。那好，陈俊，我倒要问问你，陈然领下太后遗旨，如果不娶格格，那就是抗旨欺君之罪。抗旨欺君怎么了？我陈俊就是。你不同，你是武功盖世的大苍鹰，堂堂复兴社西安分社的社长。抗旨欺君对你而言早就寻常了，而陈然呢，只是个一心救国的学者，抗旨欺君等于把他逼上绝路。那又怎么样了？只要陈然从皇宫里一出来，我就可以送你们走。去哪儿？去法国，去日本，去哪儿都行。就像那位康有为康大学士嘛，爱国却遭国恨，想救国却被拒之国门外。这样的生活就是陈然想过的。难道给四格格当额驸，给朝廷做走狗，就是陈然应该过的日子吗？怎么？难道跟陈然颠沛流离，流亡海外，就是我白牡丹应该过的日子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所以你就要嫁给卢勇当小妾，嫁给杀死彭二的凶手当小妾，嫁给那个亲手杀害陈伯母的凶手当小妾，嫁给那个活活逼死陈俊和陈然的父亲的凶手当小妾，还有我爹，那个让我爹受尽酷刑的刽子手当小妾。素云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你会是这种人，我不相信你会是这样的人，你一定有你的原因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，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共同面对，一起解决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那个禽兽呢？你不觉得心痛吗？让哥哥回头，我也回头，九泉之下的彭儿，我爹，他们都会痛。思清姐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心痛，我不觉得心痛，我自己都不觉得心痛，你又何必自揽那些心痛呢？素云，我劝你还是别那么幼稚，现实就是现实。思清，你……那么请问思清姐，什么叫做现实？现实。好看吗？18岁那年，我头回亮相，便给师傅赢得了一个满堂彩。师傅就把这顶珍藏了多年的凤冠送给了我。师傅说我会大有作为。果然不过3年，我已经是整个陕西秦腔界的名角了。你看这凤凰的身子多漂亮，这是由南海明珠传的，肚子里藏着一颗猫眼儿，嘴上还嵌着一颗夜明珠。这是曼丽姐替我打的，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。这是你爹韩大人给我打的一副全套的行头，不过我还没上过身。这些跟你的现实有什么关系？素云呢？素云，你看看这些东西，它们就像生命一样，陪伴了我整整5年。如今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孩子死了，刚刚燃起的所谓救国救民的理想，现在彻彻底底成了一句空谈。心爱的男人被指婚给了另一个女人，如果不娶她，这个男人就要背负国仇家恨，如同丧家犬一般去浪迹天涯。唯一能给我安慰的，就剩下这戏子的身份了。我还能唱能演。素云啊，为了做个自立自强的女人，我承受了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，被逼着骨肉分离。为了你口中的然哥哥，那个5年前辜负了我的男人，我又一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凑趣逗乐的笑柄。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平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因为我是自作自受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。
现在我想通了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好好享受人生。我要让这些漂亮的行头继续披在我的身上，我要让白牡丹继续万众瞩目。我要享受我该得到的名誉、财富和地位。这不可能，你不是我的思琴姐，你怎么会变得这么丑陋，这么贪婪？你还有然哥哥的爱呀！就算你失去一切，你还有然哥哥的爱呀！难道你不再喜欢然哥哥了吗？不再爱他了吗？素云，你不懂，财富、名誉、地位，对你而言多得让你厌倦。如今你拥有了一个心爱的男人，你当然很满足了。而我和你不同，我还没有享受人生。感情算什么？5年前，我以为那可以代表一切，可5年来我失去了太多。我得到什么了？我要他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思琴，你真是变了，你真让我太难相信了。我想小然现在看到你的样子会一样很伤心的。思琴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就是那个几天前怀着济世救民之心要参加复兴社的思琴，你就是那个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刺杀慈禧的思琴。不要跟我说什么复兴社，复兴社不就是为了光绪能从那个老妖婆手里夺回政权吗？而复兴社为之牺牲生命的这个光绪皇帝，我大清朝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又是何其懦弱无能！老妖婆3言2语举重若轻，就让我们功亏一篑，生生断送了花豹子和靖人的性命。我现在明白，加入复兴社根本就是个天大的错误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想？在我看到光绪跪在慈禧脚下的时候，在我听到小然将成为额驸的时候，在我看到牺牲了那么多条生命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这样想了。可是复兴社所做的一切，复兴社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那个不识抬举的皇帝而自作多情，可代价却是我的儿子。我告诉你，陈俊，我现在仇恨这个组织，他让我和我的鹏儿天各一方。要不是复兴社瞒着鹏儿的消息，就算鹏儿命里该有此劫，至少他还能多几年的母爱，至少我还能和我的儿子多相处几年。对于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的孩子，哪怕是几天都会何其痛苦，何况是几年。你们明明知道我的孩子还活着，可你们还是为了复兴社自己的利益，让我们苦苦思念的母子分离，最后落个人鬼殊途。可是思琴，社里的为难和社里的顾虑，你应该很清楚啊。我更清楚，我儿子死了，死在我们相认的时候。那好，这是我的罪过，这是我的错。你如果真的和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的话，你冲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。我请你不要去污蔑那些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去死的人。污蔑？我可怜他们死得这么壮烈，这么卑劣，这么惨烈，结果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就没有必要再和你说下去了。不过思琴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难道你嫁给卢勇就不是天大的笑话了吗？就算是也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能唱戏，还能当我的白牡丹。唱着秦腔，咿咿呀的搔首弄姿，在舞台上，难道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可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。你够了！和我断绝姐妹之意也好，今后我们各不相干。陈俊，我们走。然哥哥，你都听到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恭喜你，白牡丹。然哥哥，
大人，大人，您猜的果然不错，那个陈俊和韩素云果然去了三秦班，不过还有2个人也去了。哦，四格格和陈然。后来呢？他们4个气势汹汹地走了，思琴小姐还在房内准备出嫁的事。那就不用盯了。思琴呐，迟早会嫁入我卢府大门的。大人，那个陈俊，要不要派人先把他给抓起来？抓什么抓？有这帮人捣乱是好事儿，过2天老太太就要起驾回京了，咱们也该行动了。他们裹着乱呢，咱们呀才好办事儿。晓得明白，晓得明白了，大人。然哥哥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娶不娶我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陈然，你好好听我说话。我现在问你，你敢不敢娶我？要不要做额驸？你现在给我一个答复。哥哥，陈然今生今世只爱一个女人。自从他死后，我就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。请哥哥不必把心思浪费在我的身上。额驸意味着你的高官厚禄、锦绣前程，也意味着你会有一个你可忍受你心里爱着别人，也就忠于你，爱你，敬重你的妻子。这一切你都要放弃吗？陈然，你要想清楚，以后我们可能再也不能见面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其实可以很幸福，到时候你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四哥哥，你知道陈然志不在此，陈然请四哥哥体谅。我体谅你，我简直就是感同身受。好，那我放你们走，但是你要按照我的计划去做。3天后咱们在火车站见面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你无论如何都要等到我来找你，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明白吗？谢谢哥哥成全我，哥哥请放心，陈然记住了。那好。四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四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四哥哥，我没事，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脱身。一会儿。
哥哥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躲开！放我们出去！要不要把哥哥杀了？哥哥，这让他们杀了我吧！不要放他们走！不要放他们走！不好！大人，这可是4个太后身边的红人，你要是让他们杀了哥哥，咱们说不定要被诛九族啊！有道理，放他们走！不要！不要！闭嘴！都给我听好了！如果我回头看见有追兵，我就一刀把他杀了！走！主人，差不多了，他们追不上了。四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让哥哥记住，3天后火车站见。谢谢哥哥。哦，不，三儿，谢谢你。保重。快救四哥哥！快走！让哥哥，让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让哥哥，你不要离开我！让哥哥，你不要离开我啊！让哥哥，岂有此理！竟敢伤了哀家的4儿！老佛爷，太医说，格格失血过多，倒没什么大碍，可是这是伤了咱们格格的心呐。老佛爷，您是不知道，奴才刚刚守在那儿，格格这一醒来就哭，哭的那叫肝肠寸断，奴才都看不下去了。这手上的官兵说，格格是宁死不让他们走啊。唉，格格对陈然的一片深情，竟然落到如此的报应。老佛爷，这天理可不容啊！马上派兵，把他们给我追回来！哀家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，千刀万剐！老佛爷，派兵早就派出去了，那就是追得上追不上了。老佛爷，您先消消气儿。奴才这儿还有一件事儿要向您禀报。什么事啊？就是那个普俊，咱们的辅国公啊。他怎么了？奴才是刚刚听说，他没有回京，一直还在西安逗留着呢。什么？奴才已经派人去盯着了。去！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啊？管你是谁，没钱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放肆！我说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如此对待前太子，如今的辅国公。赵师爷，他都白吃白喝好几天了，我们是开客栈的，本小利宝。行，别啰嗦了，不起。这点银子够不？够了，再住10天半个月都够了。接着少废话。哎呦，你谁呀？小人姓赵，是新任巡抚卢勇鲁大人的师爷。卢勇啊，那你转告他，我可没钱还他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虽说您现在不是大阿哥，可您好歹也是个不入8分的辅国公，那可也是个爵爷。这样的小客栈哪伺候得了您这样的金贵人呢？什么不入8分辅国公啊？老子现在是不入王的副国公，我哪顾得了那么些？别这样，大阿哥，您跟我走。上哪儿去我就走啊？去满清楼怎么样？那地儿可不错呀。满清楼啊？好，看，走。
在爷我的手上了。啊？你像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干嘛？啊？还不过来伺候相公我？怎么？还要跟我装贞洁烈女啊？你都是别人穿过的旧鞋子了，还有爷我要你，你知足吧。你嘴里放尊重点儿。怎么？还在想着陈然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四格格已经把陈然放跑了，现在已经出了西安城。只要爷我想，一声令下，快马加鞭，不愁不能把他给抓回。哼，思琴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一个陈然，还有三秦班所有班众的性命，可全在你的手上，顺不顺着我，就看你了。哎，贱人，你不是狂吗？你不是傲吗？哼！贱人，老子我今天弄不死你！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男人，也教你怎么做我卢勇的女人。嗯。王商呢？怎么没见王商啊？今儿一早就没有看见王公公。上路吧，王公公。对不起了，老佛爷嫌您太多事儿，话也多，咱家也没辙了。您上路吧，动手。交代的事儿，奴才已经办妥了。皇上问起来怎么说？实话实说。回万岁爷，老佛爷有旨，王公公人老了，糊涂了，话也忒多了，就让他留在西安吧。什么叫留下来？人呢？他现在人呢？万岁爷，老佛爷还说会厚葬王公公的，您就放心吧。
老佛爷妥了。请进。小姐，车备好了，城门口那戏台子也搭好了。可是您那出《三剑定江山》被他们拿下了，说是太后在行在看过了。这出戏一定会演的。长妈，你先去那边准备准备，我随后就来。哎，长妈，啊，你等等。长妈，你什么也别问，什么也别说，这是200两银子，拿着这些银子回老家吧。小姐，您这是？你伺候我这么多年，知道我的脾气，去吧。那好吧。刚才我看见赵师爷和卢勇在房间里嘀嘀咕咕的，还派了一大帮人，听说是往城外的韩宇轩的墓地去了。小姐，您……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您多保重，我走了。你来干嘛？今天2公起驾回京，多半会召你去献医，还不快去啊！今儿2公回京，你这个陕西巡抚还在自己的府上逗留，倒让我感觉奇怪。我干什么你管不着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别忘，你今天还要给太后演《三剑定江山》呢。误不了的，今儿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。老爷要兑现答应我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3秦班的人至今还关在大牢里，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嫁给你，你就放了他们。人我肯定会放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要等太后走了以后。太后不是今天就走吗？你多等1天不行吗？不行，我没有时间等了。你什么时候放人，我什么时候演《三剑定江山》，你看着办吧。好，我放人，我立刻放人。来人呐！老爷，拿着我的帖子到巡抚大牢里头，让他们即刻把3秦班立马给放了。快去吧。是老爷。这下总可以了吧？老爷，我们也是夫妻一场，今后可能要黄泉相见了，怎么你一点惜别之情都没有啊？你又要干什么？老爷不去太后那里献殷勤，倒是派了一帮人去韩宇轩的墓地，所谓何事？白牡丹，人我都给你放了，你我现在是各取所需。哼，你干什么去，我清楚得很。我干什么，你就没必要管了。怪了，老佛爷，今儿怎么不见卢勇来伺候啊？哼，这会儿他忙着呢，甭管他。老佛爷万岁爷，西安老百姓一一惜别，特献上曲艺杂耍。这是节目单子，请老佛爷万岁爷过目。关中的百姓淳朴，对圣驾如此勤厚，皇上，咱们可得领这份情啊！你就替哀家过目吧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四儿求您一件事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劝4秦演那出《三剑定江山》。怎么没有白牡丹的《三剑定江山》呢？朕当日在行在错过了这场戏，听说甚是精彩，朕着实想看一看，把这出戏加上吧。这皇上都下旨了，照办吧。你以为你猜到了韩宇轩那句话的秘密，得到了6国一统，就能得到整个秦王的宝藏？你就真的能统一天下吗？放眼中国，有志之士比比皆是，有这些人在，你的野心就是痴心妄想。白牡丹，实力定成败，成败论英雄。
我卢永成王还是城寇，你是看不见了，你就别操那份瞎心了，办你的事去吧。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杀那老妖婆。再给我动啊！你不是要给我寻死寻活吗？我现在就让你死去活来！白牡丹在哪儿呢？皇上要钦点你的戏。白牡丹，白牡丹，请稍等，请稍等，请稍等，我家老爷和夫人正在说话呢，马上就到。公公您稍等，我去看看啊。去做你那断子绝孙的春秋大梦吧。走吧。这老爷，你走还是不走？误了皇上看戏，你也穆桂英吗？老佛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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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是荣大人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荣禄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让你在太原候着吗？老佛爷，李中堂，李中堂他，李鸿章怎么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快说！老佛爷，李中堂他自打签完合约以后，就一病不起，终于在前几日就撒手人寰了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李大人，李中堂，你这一走，哀家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前几天清吉不是说李中堂的病有起色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李大人的病的确是有起色，可那是俄国公使硬要病中的李大人签下事关东北的2国合约。李大人签完合约以后，口不能直言，气若神衰，只有老泪纵横，直到咽气时，那泪还没流干呢。他老了，也该死了。皇上您，荣禄，待会儿拟旨追封李鸿章为太傅，晋升1等肃义公，谥号文忠。在他的家乡和他立过功的地方建寺庙，就叫京城贤良寺。皇爸爸，汉臣在京师还从未有过建寺的先例，这李鸿章乃我大清朝的中流砥柱，为我大清朝消贫除患，建个寺庙算得了什么？可他必定是签下辛丑条约之人，这样加恩赏恤总有不妥。哼，皇上，别忘了，那条约他可是替您签的。什么？替朕？他……皇爸爸说的是，儿臣太没出息，一切依皇爸爸做主。哼，老佛爷，李大人留下的空缺，不知由谁递补合适。现在京城上下还是一个乱局面，此事本不该提，
但是臣还是恳请老佛爷和皇上尽早的示下，老臣也好着手安排人事更迭事宜呀。王文韶，臣在。属全权大臣；袁世凯，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军师。袁世凯，皇爸爸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皇上，发上谕吧。皇爸爸，我求您了，您谁都可以用，唯独袁世凯不能用啊！皇上，请自重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臣遵旨。皇上。袁世凯，袁世凯，这就是太后的回銮新政。真糊涂，这真是太糊涂了。皇上，袁世凯就是袁世凯。什么袁世凯就是袁世凯？如果不是他，朕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国家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如果不是袁世凯，我的真儿怎么会死？袁世凯，他让朕家破人亡。皇上，别说了，您别说了。无论如何，请您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此时此地，万万不能失态呀！请以大局为重。我爹的墓地上，我们仔仔细细的找过一遍了，连卢勇也派人来搜过不止一次了，怎么都没有六国一统的影子呀？你看着吧，好戏在后头呢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大人啊，别废话，给我放下来！放下，轻点。滚蛋！哎，快给老子放火烧树！黄泉路上栋梁蠢材，毁于一炬，难不成是把这棵树给烧了呀？毁于一炬，终了幻梦。想着黄杨树，这几年长得是枝繁叶茂，可如今老爷却造此大祸，连这树都枯死了一大半，让人看看实在是伤心啊！毁于一炬，终了幻梦。我说好端端的，怎么把这棵树给烧了？终了幻梦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怎么有股火药味儿？啊！不好，有炸药！你给我回来！不要！六国一统！陈军，你快去看看，那六国一统的秘密就在里面。别那么着急啊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再看看。六国一统，六国一统又如何？气数已尽，难回天。要是中华新气象，改朝换代是真章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的六国一统！六国一统！六国一统呢？啊！六国一统！我有六国一统！我有六国一统！我有六国一统！我要当皇帝！我要当皇帝！
意图造反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快将你手中书放下，束手就擒。六国一统，一统六国。老子有的是钱，光绪算什么？慈禧算个屁呀！老子要组建最强大的军队，老子要当皇帝！给我砍死他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果然和我猜的一样。走，去哪里啊？巡抚大牢。啊！大苍蝇饶命！大苍蝇饶命啊！小子，你大苍蝇爷爷今天来就是为了办点事儿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把犯人都给我放了，然后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。如果你们不识相的话，反正我这爪子也好几天没有喂人血了。今天刚好拿你们开开剂。听大苍蝇爷爷的，让放谁就放谁！快！大苍蝇爷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苍蝇爷爷饶命！谢谢啊！谢谢！饶命啊！走吧。不好了，老佛爷！哎呀，不好了，老佛爷！巡抚大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大苍蝇来了，把犯人全放走了，还把巡抚大牢给炸了。什么？黄泉路上，栋梁蠢材，毁于一句，终了幻梦。倒行逆施，大错特错。上蠢于中，尚存狱中。走，快走！起轿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朕然没齿难忘。时间不早了，后会有期。然哥哥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，你别离开我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四哥哥，还记得你第一次来监狱看我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说，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知道我这次去了之后，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？说不定会成为你杀父灭族的仇人。我不管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就是要跟着你们，我就是要跟着你们。对不起，
陈然心中只有一个人。思琪，你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思琪。好吧，你走吧。临走之前，我只说最后一句话：思琪还是原来的思琪。我知道，思琪还是原来的思琪，只不过已经死了。你把救人带走吧，我说什么也要跟着你。怎么是你啊？你还没回京啊？行了行了，那就一块儿走吧。瞧瞧人家四格格已经先去给哀家探路了。老佛爷，咱可没有给辅国公准备车辇，您看。行了行了，就给他牵匹马吧。哥。老佛爷，您看看这西安的百姓还是舍不得您呐！您看那演出多卖力呀！果然是万众江湖。有为海，一日就动，唐安，高老佛爷，抓住他！抓死他！不要抓！抓死他！站住！打死他！快点！别动！慢着！皇上，皇上！黄爸爸，黄爸爸，求您了，求您看在他和珍儿长得很像的份上，饶了他一命吧，饶了他吧！老妖婆，你杀了我吧！像你这样欺君弄权、蛇蝎心肠的毒妇，总有一天不得好死。你的大清朝已经气数已尽了。打死他！乱枪打死他！不要！陈南远洋东渡日本，陈俊素云南下武汉，
年轻的革命党人继续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。慈禧太后带着世人的怒骂和诅咒回京了，从此中国进入了最为黑暗的岁月。慈禧回京7年后去世，光绪离奇地死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。3年后，也就是公元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，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，从此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。人，答应我，别太伤心，好吗？原谅我那样去伤你的心。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生死离别之后，在三秦班所有与我共同进退的兄弟姐妹又一次陷入危机之后，眼看着那么多人牺牲在那个理想中的时候，我已无力承载新的理想。我知道刺杀慈禧几乎不会成功，更知道自己此次必死无疑，但我唯有如此。我多想继续去爱你，继续去疼爱我们的鹏儿。我多想能在你的怀中，永远依靠在你的身边。然，我是爱你的，天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所以我是如此的牵挂，如此的留恋，而我又是如此的牵挂我们的孩子。他病了，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但我相信你会治好他，会让他好起来的。我现在一边给你写这封信，一边看着他，抚摸着他。我相信他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、最聪明的孩子。我曾发誓，让爱陪伴他的一生。然，答应我，替我兑现这个诺言。等他长大了，把这一切的故事讲给他听，让他学会诚实、勇敢和爱。告诉他，我爱他。然，我的人，别因为我的离开而抱怨生活的残酷。没有经历着生死过渡的人，永远不会明白这个世界有多好。真的。然，想说的话太多，但是总要结束。替我，替死去的所有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活下去。此情绝笔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